我开着空车路过收费站，却因超重被罚了5万块。他们说我的车超重了30吨，然而我没撒泼没打滚，只是默默地交清了罚款，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喂，是110吗？我拉的30吨翡翠原石被偷了。先前我刚卸完一车钢材，开着空车过了收费站，结果车轮压过地磅 ，LED 显示屏却显示50吨，而我的货车自重也才20吨，足足超重了30吨。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眼花了。这时，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平头男人用力拍了拍我的车门，下来。老板，你们这秤是不是坏了？我这是空车，自重才20吨，怎么可能称出50吨？老子叫王海，是这儿的站长。这秤国家认证的，你敢说它坏了？机器显示50吨，那你就是50吨，超载，罚款5万，交钱放行，不交就扣车扣人。这简直就是明抢！普通的货车司机没日没夜的跑上大半年，都不一定能攒下5万块钱。王站长，你睁大眼睛看看，里面什么都没有。难道空气超重了30吨？小子，少扯没用的！老子只认机器数字！他猛地一挥手，几个壮汉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死死地堵住了我上车的路。给你1分钟，要么扫码交钱，要么扣车。我看着他那张有恃无恐的脸，没吵也没闹，心里的计划已经彻底成型。行，我交。算你小子识相，懂规矩。哼，进来扫码吧。我跟着他走进了那间乌烟瘴气的板房，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几摞罚款单据，旁边还放着一个黑色的遥控器，那是用来操纵地磅数据的作弊器。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黑风口是怎么赚钱的，但从来没有人能拿到证据。还愣着干嘛？赶紧扫码交。但我就是个给物流公司打工开车的，这笔钱要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交了，我回去得自己掏腰包，我1年都白干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罚款我1分不少的扫给您，但您得给我开个凭证。您只要在这张车辆过磅重量单上给我填清楚现在的车重，然后盖上你们收费站的大红公章就行。有了这个盖着公章的官方单子，我回去就能跟老板交差，证明我确实是载重50吨过磅被罚的，这钱老板才能给我报销。站长，您就帮个忙，您盖个章，我马上转账。哈哈哈哈！操！我干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这么蠢的司机，自己开着空车，还要老子给他盖章，证明他拉了50吨的货去骗老板。你真是个人才啊，大哥！这小子脑子被门挤了吧？不过他老板更倒霉，雇了这么个极品。我低着头没有反驳，只是把手机屏幕亮出，上面显示着银行卡的转账界面。站长，您就帮个忙，您盖个章，我马上转账。王海止住笑，从抽屉里随便扯出一张空白的过磅单，拿起笔在上面填了起来，最后用力在右下角给我盖了个大红章子。行了，白纸黑字大红公章，证明你的车现在就停在我黑风口的地骂上，连车带货整整50吨，拿去骗你老板吧。扫码。我拿起那张单子，仔细地吹干了上面的红印泥，每一个字，每一道公章的纹理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张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书，也是一张王海亲手签下的催命符。我毫不犹豫地扫码，支付了5万元整，随后将那张单子小心翼翼地折好，贴身揣进内衣口袋里。滚，赶紧滚！算你运气好，今天老子心情不错，就不扣你的车了。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回到卡车旁，随后从副驾驶上的储物箱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这是我出发前找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好兄弟借来的一份绝密合同，合同是真的，上面有双方公司的公章，有银行的资金担保，有律师的见证签字，甚至连运输险的保单都一应俱全。我把档案袋夹在腋下，然后大步走到挂车的正后方，货车车厢的2扇大门依然是我刚才打开的样子，敞亮的对着天空。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按下了免提键。您好，110报题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喂，工作人员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大案。我的声音很大，大到在整个收费站的空地上回荡。旁边抽烟的几个壮汉愣了一下，转过头疑惑地看着我。我在国道204线黑风口收费站，我是一个货车司机，我受珠宝商贸公司的委托，负责押运一批极品翡翠原石，这批原石一共30吨。价值整整5000万人民币，5000万的重大财物，这绝对是惊天大案。先生，您继续说，您的原石怎么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我的车开进了黑风口收费站，他们强行扣留我车半个小时。我刚才一直在他们办公室里交涉，车子就停在他们的院子里，一步都没挪过。可是现在，我打开车门，我车里那30吨的翡翠原石全没了。同志，他们偷了我的原石，整整30吨啊，那是5000万啊！就你们快出警！晚了，他们就把原石转移了，我这辈子都赔不起啊！先生，请保持冷静，保护好现场。我们立刻通知辖区办案组，5分钟内赶到。
王海站在板房门口，足足过了5秒钟才反应过来。你在这儿发什么神经？你想碰瓷儿是不是？你明明开的就是一辆空车，你哪来的30吨翡翠？你报假警，老子现在就弄死你！他挥舞着拳头就要往我脸上砸，我没有躲，只是站在原地，用一种极其怜悯的目光看着他，慢慢的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刚刚由他亲手盖章的车辆过磅重量单。王站长话可不能乱说，我的车自重20吨，但10分钟前你亲手盖了公章的这张官方单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我的车总重50吨，这说明10分钟前我的车里确确实实装了30吨的货物。现在车空了，车子一步都没离开过你的地盘，这30吨的翡翠不是你们偷的还能是谁？他看着那张盖着自己印章的单子，瞳孔剧烈的收缩起来。刑警大队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5000万的重大财产失窃案，这在任何一个市都绝对是捅破天的大案子。不到10分钟，3辆车呼啸着冲进了黑风口收费站的土院子，几个刑警迅速跳下车，直接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个眼神极其锐利的中年警官，他大步走到场院中央。谁报的警？5000万的原石在哪儿丢的？赵组长，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赵组长，您别听那个疯子瞎报案，这小子脑子病，他开的就是一辆空车，里面连根毛都没有，他就是在我们这儿过个磅，交了点违法款，心里不痛快，故意想敲诈我们。赵组长，报假警可是要拘留的，您赶紧把他抓起来。是你报的警，你说你丢了30吨翡翠原石？是我，同志，我叫林晨，是一名大货车司机，这是我与白纸商贸公司翡翠原石押运脱清合同。本次押运的货物为高冰种翡翠原石，总重量30吨，5000万元人民币。合同上有公司的公章、法人签字以及保险机构的全额承保单据，全部真实有效，具备法律效力。合同没问题，但你怎么证明这些原石刚才确实在你的车上？对啊，你怎么证明？你合同写了100吨都没用，你开进我们收费站的时候，那就是一辆空车，老子看得清清楚楚。你确定？同志，这是我的证据，这是一份车辆过磅重量单，是半个小时前我的车刚刚驶入这个收费站递磅时，由这位王海站长亲手为我开具的官方证明。我的这辆解放这期半挂车行驶证上的标准自重是20吨，但是这张盖着黑风口过路站大红公章的单据上明确记载着，今天下午14点30分，我的车辆总重为50吨，50减去20，刚好30吨。同志，这是最铁的证据，王站长亲手盖章的官方单据证明，在半个小时前，我的车厢里确确实实装载着30吨的货物，而这半个小时里，我的车被他们强行扣留在收费站的院子里，一步都没有离开过。现在我车里的30吨翡翠原石不翼而飞了。现场一片死寂，整个收费站的空地上听不到一点声音。赵队长的眼睛猛地眯了起来，他看看手里那张盖着鲜红公章的过磅单，又看了看面如死灰的王海。不是他们偷的，还能是谁？王海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他死死地盯着赵队长手里那张轻飘飘的过磅单，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他10分钟前亲手写的，那个大红公章是他为了嘲笑我这个蠢货洋洋得意地按下去的。不是这样的，赵组长，您听我解释，这单子是假的，不，单子是真的，但上面的数字是假的。他急得语无伦次，甚至想要伸手去抢那张过磅单。赵队长眼疾手快，一把将单据收了回去，眼神冷厉地盯着他。王海，你想干什么？抢夺证据？我没抢，我冤枉啊，赵队长，他真的没拉货，他就是个空车，那30吨的数字是我随便写的，对，是我随便写的。王海，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你作为一个过路收费站的站长，在具有法律小学的过评论权随便填数字。如果它是一辆空车，你为什么要给他开出一张超重30吨的单子？因为王海喉咙顿时卡了壳，他被逼到了一个绝对的死角。同志，刚才王站长可是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们这台地磅是花大价钱买的，上个月刚检修过，是国家认证的机器，绝对不可能出错。他说机器显示50吨，那就是50吨，所以我才交了5万块钱的超载罚款，这是转账凭证。如果我的车是空的，王站长为什么要罚我5万块钱？王海，你现在只有2个解释：第一，这台地磅没坏，凌晨的车过磅时确实是50吨，那就说明他车上确实有30吨的货物。现在货物在你的地盘上消失了，你就是重大盗窃案的头号嫌疑人。第二，这台地磅有问题，凌晨的车是空车，你却利用作弊的机器或者伪造单据，强行制造他超载30吨的假象，借此勒索他5万块钱，这就是性极恶劣的敲诈勒索。说，
到底是哪一种？赵队长一声厉喝，吓得王海身后的几个打手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王海彻底崩溃了，他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承认地磅没坏，那就是承认自己偷了价值5000万的翡翠原石，50万就能判10年以上，5000万那绝对是无期徒刑，这辈子都别想从牢里出来了。承认地磅坏了，承认自己是随便写的，那就等于是当着刑警队长的面承认自己长期利用作弊、地磅敲诈勒索过路司机，这也是10年起步的重罪。而且一旦审查下去，他背后的那个利益链条全都要完蛋，左边是死，右边也是死。他亲手盖下的那个公章，成了一把锁死他喉咙的铁钳。我没有偷他的原石，我真的没有偷，他就是个空车，我发誓他绝对是个空车。那5万块钱的超载罚款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监控，赵组长，你可以去查监控。从他的车开进院子到他报警，这半个小时头，就算我们想偷，也不可能在半小时内神不知鬼不觉的搬空啊！只要看了监控，就能证明我们没偷东西。他以为只要证明了东西不是他搬走的，他就能洗脱罪名。王站长，你是不是脑子急坏了？监控证明你们没靠近过车厢。好啊，那就去查。但那又怎样呢？机器是你们收费站的，盖着公章的过磅单是亲手给我的，5万块钱的罚款是落进你口袋里的。在法律层面上，你们已经官方确认并接收了这辆重达50吨的货车。同志，既然官方单据证明进了他们的院子，那这30吨至5000万的贵重货物，就是在他们黑风口收费站的严密监控下凭空蒸发了。就算不是他们亲手偷的，作为收费站的管理者，因为他们的严重渎职、设备故障或者是内部安保漏洞，导致我方委托人遭受了5000万的巨额财产损失。这5000万，你们收费站照样得赔。王海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彻底断了，他终于反应过来了，这是一个死局，一个没有漏洞、没有退路、天衣无缝的连环死局。无论他怎么解释，只要那张盖了公章的单子在，他就必须为那消失的5000万买单，要么判无期徒刑，要么赔5000万。他一个靠敲诈大车司机赚黑心钱的站长，去哪儿弄5000万？把他卖了100次都不够赔的。你算计我，你做局坑我，老子弄死你！把单子还给我！赵队长身后的2名刑警反应极快，一个擒拿动作直接将王海死死地按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放开我！他讹人，你抓他呀！讹账？人家白纸黑字的合同，加上你自己盖章的凭证，你说人家讹账？王海，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把收费站所有的监控硬盘全部拆走封存，把这台地账的控制主机一起带走作为物证。是。王海以及收费站所有工作人员涉嫌重大财产盗窃及敲诈勒索，全部带回局里连夜突审。刑警们迅速行动起来，那3个原本还棍耀武扬威的壮汉，此刻吓得抱着头蹲在墙角，一句话也不敢说。王海被2名刑警强行从地上拖了起来，他灰头土脸，头发散乱，再也没有了半个小时前的那种嚣张跋扈。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货车司机。不过上个月被你用这台作弊秤罚了8万块钱，最后被逼得卖了车喝了农药的那个卡车司机老刘，是我过命的兄弟，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5000万只是个利息，你背后的那些脏事儿，咱们回局里慢慢算。王海双腿一软，像一滩烂泥一样被刑警拖上了警车。黑风口收费站的拦路杆被永远的抬了起来。我知道这只是一盘大棋的开局，真正的大鱼还在水底下，而我有足够的耐心把他们连根拔起。审讯室里，王海浑身被冷汗浸透。我没偷，我真的没偷那5000万的原石。他翻来覆去只有这一句话，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赵队长坐在他对面，把那张盖着公章的过磅单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没偷？好，那你现在给我解释清楚，这张超造30吨的单子，还有你微信里收的那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海，我警告你，5000万的案值够你吃一辈子牢饭了，你最好老实交代。赵队，我要求打个电话，我要给我老板打电话。行，打。10分钟后，刑警大队的院子里，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级轿车嚣张地停在了大门口。一个穿着昂贵皮衣、脖子上挂着粗大金链子的光头男人走了下来。他就是这附近几个县垄断砂石矿和物流园的老板，人称雷哥。那个黑风口收费站就是他私自拉起杆子搞的摇钱树。跟在雷哥身后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精英律师。雷哥大步流星地走进接警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长椅上正在喝着纸杯热水的我。你就是那个报警的司机？是我。兄弟，出来跑车图个求财，今天这事儿是个误会。王海那个蠢货不懂事儿，机器出了点故障，弄错了数据，这5万块钱罚款我全额退给你，剩下这10万算是我雷某人给你押金的精神损失费。签了字儿，拿上钱去跟他们说你撤案，
就说你的翡翠原石根本没丢，是你记错车了，平平安安开着你的车走人。以后在咱们这片地界，谁也不为难你。雷老板，你是不是数学不太好？我丢的可是价值5000万的翡翠原石，你拿10万块钱就想让我把这5000万的窟窿给填了？我要是签了这个字，我回去怎么跟珠宝公司交代？你去替我坐牢吗？小子，别给脸不要脸！你他妈真以为我不知道你那是空车？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搞来的合同，我告诉你，在这1亩3分地上，敢跟我雷某人玩心眼儿，你还嫩了点儿。你开这个大货车，家里有老婆孩子吧？你要是今天不把字儿签了，我保证你连人带车都不出这个市。突然一声巨响从旁边传来，赵队长拿着文件夹，脸色铁青地站在审讯室门口，厉声喝道：雷大强，你当这里是哪儿？跑到工作人员大厅里来公然威胁报案人，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儿的拘留妇装不下你？赵队误会，我这就是在跟这位司机师傅友好协商民事赔偿呢。赵队长，这只是一起设备故障引发的乌龙事件，属于民事纠纷。既然双方有意愿调解，调解不了。雷老板说机器是故障，那好，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工作人员把5000万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行，你有种，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面对雷哥那种要吃人的眼神，我没有丝毫退缩。如果我真的是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司机，面对这种地头蛇的恐吓，或许真的会因为害怕报复而拿着钱息事宁人。可惜他惹错了人。我虽然不是什么身价100亿的首富，但我跑了15年大货车。这15年里，我组建了全国最大的民间卡友互助会。我的背后是300万被这种黑心收费站压榨得喘不过气，却又无处申冤的底层货车司机。雷大强，你真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兄弟们，我是林晨。我现在在市工作人员大队队，黑风口收费站的那个站长王海已经被抓了，他背后的老板雷大强现在就在警局大厅里威胁我不准立案。有在附近的兄弟手上有黑风口敲诈勒索证据的都带过来吧，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你叫人？你叫一群开破大货车的臭苦力来干什么？来给我下跪求饶吗？老子手底下养了几百号人，垄断了全市的砂石物流，你让那帮司机来一个，我砸一辆车。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只是静静地看着墙上的挂钟。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不到半个小时，雷哥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像催命一样疯狂地响了起来。喂，怎么了？老子在局里办事呢。老板，不好了，出大事了！咱们物流园的大门被200多辆重型半家车给死堵住了，整街都瘫痪了。还有咱们的3个砂石矿场门口全是大货车，横着停在必经之路上，装载机根本出不去。他们不打不闹，就说是车坏了在修车，工作人员来了也没法拖走啊。你说什么？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刑警大队院子外的那条主干道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整齐划一的重卡器喇叭声。赵队长和几名警察立刻冲出大厅，只见警局大门外10几辆庞大的重型卡车整整齐齐地停在路边，几十个穿着旧工作服的卡车司机手里拿着各种文件袋和 U 盘，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警局的院子。赵组长，我是来报案的。上个月我的车从黑风口过，明明是空车，硬是被王海的作弊秤称出超载20吨，敲诈了我3万块钱。这是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这是微信转账记录。当时我老婆在医院等着手术费救命啊，那群畜生硬是把我的救命钱给抢了。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这是我的证据，我被罚了5万。几十份带着血汗的铁证像一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堆在了赵队长的办公桌上。这不是几万块钱的纠纷，这是涉及数百名司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的有组织敲诈勒索。雷哥站在大厅里看着那些愤怒的司机，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以为我只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却不知道我用一支5000万的失窃案作为导火索，直接引爆了这条公路上10几年的滔天怒火。雷老板，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个机器故障的误会吗？警局大厅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敲诈勒索证据，赵队长的眼神变得极其凌厉，他冷冷地盯着雷大强挥了挥手：来人，把雷大强请进2号审讯室，配合调查。赵队，误会，这都是他们串通好的，我只是个投资人，黑风口收费站是王海一个人承包经营的，他干的那些脏事儿我根本不知情啊，
这全是他个人的行为，跟我没关系。他这句话恰好被2名刑警押着去上厕所的王海听了个清清楚楚。王海浑身一僵，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那个平时高高在上的老板，竟然在关键时刻把所有的黑锅都甩到了自己头上。1号审讯室里，王海再次被按在了椅子上。这一次，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我的那张过磅单，还有几十个卡车司机提供的转账记录和录像。赵队长没有废话，直接让技术科的民警拿着一个透明的物证袋走了进来。王海，看清楚这是什么？物证袋里装着一个电路板，极其粗糙的黑色信号接收器。赵队长将它重重地拍在审讯桌上。市计量局的专家刚才已经把你们收费站的地网拆了，这就是焊接在地网传感器主板底下的作弊接收器。只要在办公室里按一下遥控器，你想让屏幕显示多少吨就能显示多少吨，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看着那个被挖出来的作弊器，王海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我作为报案人，在监控室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现在是时候给他最致命的一击了。在赵队长的默许下，我推开审讯室的门走了进去。王海，你现在面临一个很有趣的选择。刚才在大厅里，你的雷哥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收费站的一切罪行都推给了你。他说他毫不知情，全是你一个人干的。既然全是你一个人干的，那我们来算算账。第一，既然地坝坏了是你一个人搞的鬼，那几十名司机上千万的敲诈勒索罪，你是主犯，10年起步。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既然敲诈勒索的罪名你全扛了，那也就没人能证明我那车5000万的翡翠原石不是你偷的。只要我一口咬定当时货就在车上，而你又拿不出监控，这笔烂账最后还是得算在你头上。5000万的重大财产盗窃，你这辈子准备在牢里过到死吗？一个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锅甩给你背的大哥，值得你用自己的后半辈子去替他顶罪，替他把牢底坐穿吗？不，我不背这个锅，我不想做无期徒刑，我不想死在里面啊！赵队，我交代，我全都交代，那个作弊器根本不是我买的，是雷大强从外面花高价找人定做的，每天敲诈来的钱70%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我只拿30%，账本就藏在我办公室的地板砖下面。还有他在城西的那个沙石矿，为了抢生意，还雇人砸过其他公司的车，打断过别人的腿，这些事儿都是他指使我干的，我都交代。求求你们，那5000万的石头真的跟我没关系，你们千万别判我盗窃啊！有了这一长串完整的供词，再加上那些司机提供的铁证，案件的性质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收费站纠纷，而是一起涉嫌组织、长期进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重大涉黑涉污案件。全队集合，申请特警支援，立刻查封雷大强名下所有产业，立刻控制其团伙所有核心成员。今晚咱们雷霆扫黑，把这帮毒瘤连根拔起。然而此时大厅里，雷大强正坐在长椅上，不耐烦地抖着脚，他的精英律师正在一旁小声宽慰他。雷总您放心，只要没有直接证据指向您，单凭那个站长的一面之词，工作人员最多扣留您24小时，我们随时可以申请取保候手。哼，那是当然，王海那个废物，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咬我，等老子出去了，非把外面那群开大车的穷鬼全收拾了不可。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赵队长直接将一张盖着局长签字的拘留证啪的一声拍在雷大强面前的桌子上。雷大强，你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嫌长期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姓赵的，你少他妈吓我！证据呢？赵队长，办案讲究证据，我的当事人只是正当商人，你们这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要证据是吧？赵队长冷笑一声，直接拿出执法记录仪，按下了播放键，屏幕里传出了王海那崩溃绝望的嚎啕大哭声。那个作弊器是雷大强花高价找人定做的，每天敲诈来的钱70%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他在城西的那个沙石矿，为了抢生意，还雇人砸过其他公司的车，打断过别人的腿，这些事儿全是他指使我干的。录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雷大强的脸色瞬间从嚣张变成了死灰，他引以为傲的壁垒被他最看不起的狗腿子从内部彻底炸穿了。王海，你个王八蛋，你敢出卖老子！老实点儿！2名刑警瞬间上前，将不可一世的雷大强死死地按在了大理石地面上。那个刚才还振振有词的精英律师看到这铁证如山的阵势，吓得连连后退，一句话都不敢再多说。警局外5辆防暴车呼啸而出，兵分3路，第一路直奔雷大强的物流园。在200多辆大货车的合法围堵下，物流园里的打手们早已成了瓮中之鳖。特警破门而入，将几十名涉黑团伙成员全部按倒在地。第2路直奔城西沙石矿场，查封所有非法采砂设备，解救被暴力威胁的工人，当场查获大量用于寻衅滋事的管制刀具和棒球棍。第3路重返黑风口收费站，连夜起获了藏在王海办公室地板砖下的秘密账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5年来他们利用地磅作弊器敲诈过的每一笔黑心钱。一夜之间，这个盘踞在当地多年的涉黑恶势力团伙迎来了毁灭性的终结。3个月后，那些被查封拍卖的赃款被一笔笔地退还给曾经受害的司机，站在了我家门前。林兄弟，
谢谢，太谢谢你了。那个曾经被罚了3万块钱，老婆等着做手术的老司机，拿到退回来的钱，激动的要给我下跪。老哥，别跪，男儿膝下有黄金，钱拿回去，赶紧给嫂子治病。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别怂。咱们卡友联盟300万兄弟，都是你的后盾。广场上上千名司机自发地为我让开了一条路，每个人看着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他们叫我林哥，叫我英雄，但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15年的老兵，用一个巧妙的局替大家讨回了一个公道。而曾经那个让所有大车司机闻风丧胆的收费站，此刻正面临着他应有的下场。2台巨大的黄色推土机无情地撞向那座违建的活动板房，紧接着挖掘机的铁臂狠狠地砸向那台埋在地下的作弊地磅。那台曾经吸干了无数司机血汗钱的吃人机器被彻底挖了出来，砸成了一堆废铁。国道2旁停满了自发赶来的大货车。当推土机把最后的废墟推平那一刻，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山谷，成百上千挂红色的鞭炮被司机们点燃，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就像过年一样喜庆。所有的大卡车同时按响了气喇叭，雄浑的喇叭声在山谷间回荡，宣告着这条公路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晴朗。我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看着这一切，从兜里掏出一瓶二锅头，拧开盖子，我把清冽的酒水缓缓洒在面前的黄土上。老刘，当初逼死你的那个收费站被平了，那个站长和老板也全进去了。他们不仅倾家荡产，还要在牢里蹲15年、18年。你的仇，兄弟替你报了。你那份钱我也退给嫂子和孩子了，够他们好好生活了。你在天之灵安息吧。林晨，这次干得漂亮。那份5000万的翡翠合同你是怎么弄来的？找一个被我救过命的珠宝商朋友，签了一份真实的对赌运输协议而已。原石确实有，不过我没上我的车，从水路安全运走了。我只是拿着合同打了个时间差，这叫阳谋。只要他们心里有鬼，就一定会掉进坑里。你小子这胆识和逻辑，不去当警察可惜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可是我半年的油钱。媒体的人都在下面等着呢，想采访你这个打黑英雄，真不见见？不见了，我就是一个普通开大车的，事儿办完了，货还得接着拉。名利这东西太重，我这车怕超载。我谢绝了所有的挽留和采访，大步流星地走下山坡，阳光穿破了清晨的薄雾，金色的光辉洒在国道上。我拉开那辆红色解放 G7的车门，稳稳地坐上了驾驶座，双手握住方向盘，感受着发动机传来的有力震动，这是我最熟悉也最踏实的感觉。我挂上档，松开手刹，按了一声长长的高音喇叭，回应着路边那些向我挥手的卡友兄弟们。我迎着朝阳驶向了那条再也